朋友們，歐洲8國宣布向格陵蘭派兵，雖然加起來總共才派37個兵，大家沒聽過37個，但這還是激怒了特朗普，他怒髮衝冠呀。於是，一氣之下，特朗普宣布將從2月1日起對丹麥、挪威、瑞典、法國、德國、英國、荷蘭和芬蘭的輸美商品加徵10%關稅。加徵關稅的稅率將從6月1日起提高至25%，直至相關方就美國全面徹底購買格陵蘭島達成協議。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在美歐西方所謂價值觀聯盟內部以及北約內部正在上演的是狗咬狗的精彩大戲啊！好了，我们來看看德國《時代報》是怎麼報道的。格陵蘭爭端，特朗普宣布對德國以及其他歐盟國家加徵額外關稅。自2月起，反對美國吞併格陵蘭的國家將被徵收10%的關稅，6月起提高至25%。特朗普指責歐盟在玩危險的遊戲。由於歐洲對其收購格陵蘭計劃的反應，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對德國及其他歐盟國家加徵10%的額外關稅。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理社交上宣布，此項關稅將於2月1日起生效。受影響國家還包括丹麥、挪威、瑞典、法國、英國、荷蘭和芬蘭。自6月1日起，關稅將提高至25%。特朗普寫道，這一附加關稅將持續徵收，直至就格陵蘭的全面且完整收購達成協議為止。特朗普再次提及美國長期以來對格陵蘭的興趣，美國已嘗試150年推動此項交易。格陵蘭是世界上最大島嶼，擁有重要礦產資源，是北約成員國丹麥的自治領土。哥本哈根政府及其歐洲盟友明確拒絕美國對格陵蘭的收購。特朗普主要以美國國家安全為由，解釋其收購格陵蘭的計劃。他迄今尚未明確表示，美國在極端情況下是否會考慮對北約盟國丹麥動用軍事手段。特朗普對歐洲士兵進駐格陵蘭感到不滿。據其本人表示，美國總統特朗普對德國及其他歐盟國家近期應丹麥邀請向該島派遣士兵一事感到不悅。他在真理社交上發布關稅聲明時寫道：“此舉目的不明，並警告相關國家正在玩一場非常危險的遊戲。”好的，德國之士補充，歐洲多國派兵支援丹麥前往格陵蘭一事，其實挺諷刺的。那點點所謂的兵力啊，簡直不如玩家家。綜合下來，目前歐洲各國派出的兵力如下：荷蘭派1人，英國派1人，芬蘭2人，挪威2人，瑞典3人，德國13人，法國15人最多，合計共37人。歐洲派出了37人的大軍前來支援丹麥。作為對比，目前在格陵蘭駐紮的美軍有大約200人。如果肉搏戰的話，歐洲8國聯軍也不是美國的對手呀。說到底，還是怕美國唄。諷刺的是，既然要保衛格陵蘭，為何還派人去華盛頓談個錘子呀？求美國不要侵略嗎？要是你丹麥外交大臣一句話就能解決的事，美國至於這麼大費周章嗎？這歐洲人的腦子呀，也不知道咋想的。再說了，主權問題能談判的嗎？看來歐洲佬是受虐狂呀。好，我們繼續往下。此外，特朗普再次重申其說法，稱中國和俄羅斯對該島懷有興趣。他表示，當前的局勢十分危險，也威脅到全球安全。然而，其貼文並未明確說明他所指的局勢究竟是指中俄對格陵蘭的興趣，還是歐洲國家向該島派遣士兵的行為。週六，數千人在丹麥及格陵蘭舉行示威，抗議美國總統的吞併計劃。正在哥本哈根訪問的美國議員表示，將尋求與美國國務卿馬爾科·盧比奧進行溝通。加徵關稅的法律依據尚不明確。特朗普在重申其對這座北極島嶼的主張時，再次提及所謂的金色穹頂項目。該項目是他計劃中的美國導彈防禦系統，旨在攔截短程導彈、現代高超音速導彈及遠程導彈，並可為包括加拿大在內的地區提供保護。特朗普聲稱，只有將格陵蘭納入該系統，
金色穹頂才能發揮最佳效能。然而，特朗普此次宣布的關稅措施缺乏清晰的法律依據，他可能再次援引經濟緊急狀態授權，但此類授權目前正由美國最高法院審理，並受到挑戰。此外，特朗普提出吞併要求的主要理由是安全政策考量，而非經濟因素。近日，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丹麥與格陵蘭外長同美國副總統 J.D. 萬斯及國務卿馬克·盧比奧的危機會議未達成任何協議，美國繼續堅持對格陵蘭的控制主張，而丹麥則如會前一樣堅決予以拒絕。自周四起，多個北約國家已在格陵蘭展開一項軍事偵察任務，德國聯邦國防軍已參與其中。此舉是北約盟國對特朗普所持論點的回應。特朗普聲稱，唯有美國有能力在俄羅斯或中國試圖佔領該島時保衛格陵蘭。德國只是點評：媽的，試圖，很多人還試圖搶你老婆呢！你該怎麼保護她？你該怎麼保護你自己？哎呀，不過歐洲人被搶也活該。從心裡講，我不願意美國佬侵占格陵蘭，但歐洲人這屌樣，我一點也不同情。因為實在同情不起來呀，咎由自取。好的，朋友們，我們看評論。第一條評論：千萬別這次又退縮了，求了。繼續往下，那就去對付亞馬遜、谷歌、微軟、Meta 吧。德國知識補充：這些美國企業在歐洲幾乎不納稅，這些企業的歐洲總部設在愛爾蘭或盧森堡這種逃稅天堂。我一直不明白，為何歐盟容許此類事情存在，既沒有數字主權，還不收稅。這麼說，歐洲就是美國的殖民地嗎？好的，再往下，我們總該有朝一日吸取教訓，別再一有機會就拼命跪舔他，跟這家伙達成的任何協議都毫無價值。下一則，沒錯。就讓那個瘋癲的獨裁者想徵收多少關稅就徵收多少吧，我完全支持。他唯一能達到的目的就是讓美國在未來幾年甚至幾十年裡孤立無援，迫使其他國家最終擺脫他的控制。好吧，他的 MAGA 們，也就是讓美國偉大的支持者們會買單，我倒覺得這樣挺好。繼續往下，夠了，這必須被視為對歐盟的戰爭行為。歐盟對此已有相應的法規，現在歐盟必須在廣泛的經濟領域以關稅予以回擊。再往下，實行對等反制機制，同時對美國進口商品徵收高出1倍的關稅。下一則，是時候讓歐盟展現自身實力了。對我們來說會很艱難，但綏靖政策根本行不通，這一點我們早該明白。好的，德國知識點評。看來許多德國人還是看不清自己，總以為自己很牛逼，其實什麼都不是。歐盟有什麼實力？軍事仰仗美國的保護，就憑這一點，就只能看美國的臉色。德國就更不用說了，一個被美國駐軍的戰敗國，與小日本一樣卑微，就是被美國不斷割韭菜的命。軍事上不獨立是歐盟的軟肋。哎呀，可惜我以前不知道。也算年輕時崇洋媚外被騙了吧，現在只能苦笑了。好的，我們繼續往下。特朗普已不再是盟友，我們必須保護自己和歐洲，免受普京和特朗普的威脅。我們將不得不付出努力，加強歐洲的經濟與軍事實力。德國知識又來點評一下，喊口號誰不會？但你們歐洲人快行動起來呀！好，繼續往下。拋售美元債券，對 IT 及數字企業在歐盟的營收徵稅。下一則，那麼在經濟上也該採取明確的反制措施了。此外，我們作為公民，應盡可能少購買美國商品。德國知識點評：越來越多德國人的針對美國的評論與針對中國的評論一樣了，你們看看對不對？繼續往下。那就該是時候對美國發動這場經濟戰了，而且要來硬的，立即全面禁止進口美國商品、服務等等。再往下，美國的參議員和眾議員究竟去哪兒了？怎麼沒人阻止這個白宮裡的瘋子？
美國現在還是民主國家，還是已經變成專制政權了？再往下，這個當政的瘋子從現在起對美國及其他受影響國家的軍事基地和機構徵收使用費，德國總理莫次之流別再卑躬屈膝了。下一則，特朗普徵收關稅的目的正是如此，並非為了糾正所謂美國遭受的不可避免的公平，而是純粹為了恐嚇所有不聽命於他的國家。繼續往下，這下可看清楚了，他給歐洲談的那些糟糕透頂的協議，包括那7500億歐元的骯髒頁岩氣報銷擔保，到底給我們帶來了什麼？屁都沒有。再往下，現在別放棄，像加拿大那樣給美國產品貼上標籤，盡量避免購買。沒錯，我們當然沒法跟美國抗衡，但他們對我們為所欲為，讓我們再次團結起來，這對社會有益。再往下，由於我們對美國的依賴程度遠超對任何國家，所以他幾乎可以為所欲為。且看接下來會不會很快出現一些評論，不僅批評過去幾十年的跨大西洋政策，也像對施洛德或默克爾對俄政策那樣予以批判。那些跨大西洋之橋的成員們，此刻恐怕徹底崩潰了，他們世界觀正被如此殘酷的粉碎。下一則，對所有美國產品徵收25%關稅，並禁止 MAGA 黑幫分子入境。繼續往下，對科技巨頭徵稅，高調限制與美國的貿易關係，並公開大聲嘲笑這個瘋子。再往下，美國已不再是盟友，而應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被視為敵國。特朗普正在建立一個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竊賊統治和裙帶關係的專制政權。再往下，請立即聲明抵制在美國舉辦的世界杯足球賽。下一則，特朗普正在逐步導致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變得越來越缺乏吸引力。無論早晚，這只會對歐元有利。繼續往下，我們消費者立即全面抵制所有美國商品，去他的麥當勞垃圾和他的同夥們，還有許多其他美國品牌。再往下，這樣一來，與歐盟的協議豈不是已經失效了？現在正是時候對谷歌、亞馬遜、元宇宙和蘋果徵收高額特別稅，作為其進入歐盟市場的條件。立即取消 F-35訂單，就算因此導致幾年日子不好過，我也認了。特朗普現在已經證明了他貪得無厭，毫無底線。他只聽得懂強硬回擊。這種面對中國時，他不也退縮了嗎？在人工智能領域，我們甚至可以轉而依賴中國。他們在這一領域也有優秀的解決方案。如今與美國相比，這已沒什麼可顧慮的了。下一則。這家伙搞的這套，很可能最終還是會被美國最高法院給否決了。至於他想靠勒索達成目的，那還是省省吧。看看加拿大，最近就直接對美國豎起了中指，轉頭就與中國談妥了多項協議。哈哈，朋友們，作為吃瓜群眾，看到德國人現在是群情激憤呀，我還是覺得挺好玩的。好的，我們接着看看德國《世界報》這家中間偏右媒體的網民評論。可能畫風有點不太一樣，也有可能也同樣群情激憤。咱們看看，下面是德國《世界報》的網民評論。第一條評論，我倒覺得他有時候還是挺有趣的，而且他所做的事也並非全錯，但漸漸的，他真讓人煩透了。看跟帖，我曾經覺得他當選是件好事，儘管他過去常常是對的，現在也依然有不少正確之處。但他眼下正把很多事情搞砸。再往下，哎，現在總該硬氣一回了，乾脆徵收50%的報復性關稅，這種窩囊氣還要忍到什麼時候？難道要一直卑躬屈膝下去嗎？下一則，歐盟現在終於該採取行動了，跟美國打這場關稅戰，立即對所有美國商品加徵50%關稅。看看這位皇帝對此有何說法。下一則，恕我直言，
德國和歐洲並非美國的附庸或聽命行事的封臣。特朗普如今的行為越來越像古羅馬時代的皇帝，像丹麥或格陵蘭這樣清白無咎的地區，豈能被如此赤裸裸的勒索？凡是對普京因烏克蘭問題提出正當批評的人，也必須至少同樣堅決地反對特朗普。德國和歐洲絕不能淪為這些昔日大國的奴僕。既然特朗普現在要加徵關稅，那就必須立即讓亞馬遜、微軟、谷歌繳納特別稅，以作抵償。繼續往下，歷史性的一天，因為這很可能意味着北約的終結。昔日的美國保護者，如今已淪為敲詐勒索的黑手黨教父。再往下，特朗普最好小心點，不然我們就再往格陵蘭派3名士兵。說真的，這個世界已經變成瘋人院了。看跟帖，最能讓特朗普惱火的，莫過於北溪2號投入運行。為什麼我們要把這個項目拱手讓給美國投資者？下一則，這一天遲早會來。歐盟早就把所有關鍵事情都搞砸了，無論是穩固的外界邊界、廉價能源、強大的軍隊，還是有序的移民政策。不，我們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沉迷於氣候狂熱，又不惜代價插手他國戰爭。如今歐盟哪還有力量在全球舞台上立足？更別說抗衡特朗普了。我們的衰落是自找的，現在只能任人擺布。繼續往下，我多年來一直在說，親愛的德國政客們，請好好關心德國和生活在這裡的人民，別再不斷插手他人事務了。委內瑞拉、格陵蘭、烏克蘭、阿富汗、西藏、台灣、利比亞、格魯吉亞、敘利亞、立陶宛等等等等，這些事兒跟我們毫無關係，只會讓我們白白浪費巨額資金。再往下，德國就活該受這種教訓。萬斯今年乾脆不來參加慕尼黑安全會議了，因為他甚至覺得去年那些警告的話都是白費，毫無意義。那我們就只能被進一步逼到跪地求饒了。說到底，格陵蘭有美國人當看守還算走運，真要出事，歐洲根本指望不上。下一則，我們可真是交了好盟友啊！居然威脅、恐嚇，甚至企圖吞併自己的盟國，北約已經完蛋了。我們該終止拉姆施泰因空軍基地的協議了。看跟帖，我們首先應該試着把存放在紐約的黃金運回來。至少趁鮑威爾還是美聯儲主席的時候，每過去一天能拿回黃金的機會就更小一分。實際上，這筆黃金恐怕已經可以算作打水漂了。繼續往下，過去幾年，歐洲人更熱衷於討論監管和官僚主義，卻恰恰忽視了世界仍在不斷變化這一事實。如今，我們在歐洲連瓶蓋都要用塑料的，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3個70多歲的老頭子肆意瓜分世界，而無人加以阻止。德國知識點評，這家伙說到的3個老頭，估計是指特朗普、中國領導以及普京。好的，再往下，特朗普等於普京毫無區別，都是暴力、勒索、獨斷專行，讓我們所有人勒緊褲腰帶，一起向這樣的獨裁者豎起中指。下一則，能源主要供應國俄羅斯被踢出局，俄德及俄歐關係遭到破壞，北溪2號管道被烏克蘭炸毀。由於極其短視的能源與稅收政策，德國工業的精華部分正在被瓜分，本應用於國內急需領域的資金被大量輸往烏克蘭，德國財政被徹底放血。如今，美國只需伸出手臂就能讓我們活活餓死，除非我們的政府乖乖聽話，而他也別無選擇。聽起來像是一個精心策劃的布局。面對一個連從政者基本智力門檻都不設的政府，這恐怕並不難做到。好，看下條評論。上周他剛對與伊朗做生意的國家徵收20%的關稅，這周又對那些拒絕把格陵蘭送給他的國家加徵25%關稅，中間還抽空讓諾貝爾獎得主親自給他頒獎。
任何神志清醒的人都該看得出來，這一切徹底瘋了。只有論壇裡那些特朗普鐵粉還會歡呼雀躍、百般粉飾。他們恐怕不是靠養老金或社會福利過活，就是根本不住在德國。現在只有一種回應：以牙還牙。中國人已經示範過如何對付特朗普了，反制關稅、出口管制。結果呢？當美國大企業老板們紛紛找上門時，這位偉大的唐納德立馬就慫了。這些商界巨頭絕不會坐視特朗普用他一連串瘋狂行徑毀掉自己的國家。歐洲同樣擁有讓美國經濟痛楚的手段和途徑，缺的只是付諸行動的勇氣罷了。咱們看最後一條評論：那些此前達成的協議也就到此為止了，和普京一樣，這些協議一文不值。特朗普是個為所欲為的獨裁者，一個欺騙、背叛他人的黑手黨頭目。我實在無法理解，美國民眾竟容許他如此胡作非為，到底還要發生什麼才能讓他們醒悟？好的，德國知識點評，在這裡我想說點公道話，在對待德國這點，蘇聯及俄羅斯一直都信守承諾，即使冷戰時期也一直按合同提供能源給德國和歐洲，根本不是這樣網民這樣的信口雌黃。不信的話，大家可以去查查資料。蘇聯及俄羅斯一直給德國及歐洲提供能源。2022年以來，是德國自己不想要，制裁俄羅斯。普京還說了，只要德國願意，北溪輸氣管的第二條管道，俄羅斯可以立即供氣。但是德國不要，所以我非常討厭有些德國人的顛倒黑白。不過也難怪，他們的媒體及政客也一個鳥樣。好的，朋友們，剛才我們看了德國左翼及右翼政治傾向的網民評論。在對待特朗普上，他們出奇的一致，都義憤填膺，同仇敵愾，很難得啊。但是呢，然並卵，因為軍事不獨立，導致其他都不可能獨立，所以啊，最後大概率美國會拿下格陵蘭，歐洲反對無效，就這麼簡單。好的，朋友們，你們怎麼看呢？請在下面留言，我們下期見。